大家好，今天在野要和大家聊一个劲爆话题：中国的法拍房卖不动了。不到10年，中国的法拍房数量翻了10倍，这可不是什么小打小闹的事儿，它背后反映的是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个惊天巨变，而且恐怕不是什么好兆头啊。先说说什么是法拍房，简单来说，就是被法院强制拍卖的房子。以前我们在电视剧里看到的都是什么？富豪破产，豪宅被查封拍卖。可现在呢，连普通老百姓的房子都在大规模被拍卖，这是什么概念？来看看数据吧。2015年，全国只有不到4万套住宅类法拍房在售。到了2023年呢，这个数字暴增到了将近40万套，整整翻了10倍。平均下来，每个县级市都有100多套房子在被强制拍卖。想想看，这得有多少家庭陷入了困境啊！更让人心凉的是，这些房子现在也卖不动了。2018年的时候，住宅类法拍房还能卖出去1半多，到了2023年呢，只有不到30%能卖出去。10套房子里面能卖出去3套就不错了。不仅如此，二次拍卖的情况也越来越多。今年上半年，差不多一半的法拍房都是二次拍卖，比去年还多了不少。第一次拍卖就有人买的，反而不到40%了。这说明什么问题？就是即便打了折，大家也不愿意买呀。那么这些卖不出去的法拍房都在哪儿呢？数据显示，去年有18个省份的住宅类法拍房数量超过1万套，其中广东和河南最多，每个省都有3万多套。这2个省的法拍房数量加起来都快赶上2015年全国的总量了，这是不是很吓人？但是数量多不代表好卖，恰恰相反，在那些法拍房不多的发达地区，房子反而更容易卖出去。比如江浙沪和北京，住宅类法拍房能卖出去1半以上。浙江和上海更是厉害，能卖出去60%多。为什么会这样？很简单，因为这些地方的房价本来就高。在二手房均价动辄几万块的大城市，买个打折的法拍房，省下来的钱都够买辆豪车了。所以啊，有句话说得好，房价越贵的地方，法拍房越吃香。一拍想抄底，二拍可能捡漏。那么这些法拍房是从哪来的呢？可别以为都是什么大官落马、豪门破产。事实上，现在网上挂着的法拍房，大多数都是因为普通人还不起房贷，最后房子被银行收走，法院强制拍卖。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还不起房贷？说白了，就是这几年经济不景气，失业的人越来越多了。官方数据显示，去年全国城镇失业率高达 5.5%， 年轻人失业率更是接近 15%。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差不多每7个年轻人里就有1个找不到工作。更糟糕的是，很多人是在房价最高的时候买的房。当时大家都以为房子永远不会跌，所以拼了命的买房，甚至不惜借钱上车。谁能想到，突如其来的经济下行让许多人失去了工作，还不起房贷。数据显示，从2021年到2023年，银行的个人住房贷款违约率一直在上升。看起来增加不多，但每增加一点点，就意味着有几十万家庭陷入了困境。在以前房价一直涨的时候，就算遇到经济困难，卖掉房子还能赚一笔。可现在呢，楼市不景气，想卖房子都难，除非大幅降价。更可怕的是，很多人还没来得及卖，就收到了法院的拍卖通知。有人说得好，如果还有一点钱，谁愿意让自己的房子被法拍呀？说到法拍房卖不动，最近有个特别劲爆的新闻。还记得那个被称为房姐的安徽女子李梅吗？她在长沙的87套房子被法院查封拍卖，结果你们猜怎么着？截至拍卖前2天，居然只有1个人报名。这事儿一出来，
可把网友们给炸锅了。咱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个房姐的故事。李梅和她的合伙人林正在房地产最火爆的时候搞了个非法集资的炒房团，他们忽悠了 1.5 万多人，敛财超过23个亿。这不是小打小闹，简直是大型诈骗案啊！2009年，这两人成立了个大智投资集团，搞房地产代理、营销策划、中介、买卖、租赁，可以说是全方位无死角的在房地产市场捞金。更离谱的是，李梅还是另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大股东，持股80%呢。等到案子败露，警方一查，好家伙，这两人名下共有177套房产，其中87套在长沙，90套在合肥，这得多少普通人一辈子的积蓄啊！最后，法院判了林正因为集资诈骗罪被判15年，还得没收全部财产。李梅和其他62个同伙也都被判了刑，最轻的1年9个月，最重的8年，罚金从2万到35万不等。现在这87套长沙的房子终于要拍卖了，8月24号挂网，9月29号开拍。按理说这么多房子，而且还是在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应该很抢手才对吧？结果呢？截至9月27日中午12点，只有1套房子有人报名，而且只有1个人报名。这是什么概念？87套房子啊，居然只有1套有人想买，而且还没人竞争。有个法拍中介透露说，这2天法院正在组织看房，他还建议有兴趣的人等等看，说不定后面会有人陆续报名。但是呢，他更建议大家等2拍。为啥呢？因为如果1拍流拍，2拍的时候价格会更便宜，可能会打8折。再也查了一下，这87套房分布在5个小区，除了复兴嘉诚的30套房有一些装修，其他的基本都是毛坯房。这么多房子居然卖不动，这得楼市有多冷啊！这事一出来，网上可炸锅了。有网友说，听说很多人在等2拍呢，咱也不懂。不过就之前公布的价格来看，只有1个人报名，还是有点奇怪。还有人说，还不如买新房或者二手房呢，买法拍房，那些纠纷能让你头都大。有个网友直接点出了关键，主要是法拍房手续太麻烦了，光是腾房子、过户、办房产证这些环节就够呛。更有人觉得这里面有猫腻，法拍房有他自己的套路。拍卖不限制人数，只要有1个人参与，出价不低于起拍价就能成交。说实话，再也听了这些评论，觉得大家说的都挺有道理。这么多房子卖不动，肯定不只是因为楼市不景气这么简单。首先，这些房子可都是涉案财产啊，万一哪天又冒出来个债主，说这房子还欠他钱呢，那不是买了房子还得摊上官司。其次，这么多房子一起拍卖，谁知道里面有没有什么猫腻？万一是为了洗钱呢？普通老百姓哪敢碰这种可能有问题的房子？再说了，这些房子里说不定还住着人呢，万一买了房子却赶不走里面的人，那不是花钱买麻烦吗？最后，现在经济形势这么差，谁还有钱买这么多房子啊？就算有钱，也得掂量掂量值不值得。说到底，这事儿反映出来的问题可大了。首先，它说明现在的楼市真的是太冷了。以前别说87套房子，就是8套房子拍卖，那也得抢破头啊。现在好了，87套房子摆在那儿，居然没人问津。其次，它反映出老百姓对房子的态度变了。以前大家都觉得房子只涨不跌，买就是赚。现在呢，大家都怕买了亏本，特别是这种来路不明的房子，更没人敢碰。最后，它也说明现在老百姓的钱包真的是越来越瘪了。以前有钱没地方花，不少人都把钱投资房子。现在好了，别说买房了，能保住工作就不错了。所以啊，这个房姐的87套房子拍卖不动，可以说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楼市真的进入寒冬了，而且这个冬天可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还要漫长。那么问题来了，如果是你会考虑买这些法拍房吗？是选择冒险捡漏，还是明智的避开风险？
最后，再也要提醒大家的是，不管是买法拍房还是普通房子，都要理性投资，量力而行。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在这个经济形势不明朗的时期，保护好自己的钱包才是最重要的。如果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别忘了点赞订阅。我们下期再见，再也继续为你带来最新最劲爆的房地产内幕。